啊！哎，这好像是块鬼玉。玉？不会是鬼上身吧？别他妈鬼笑了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我可带着桃木钉呢，胖子。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他好像控制不了自己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孙子又顺手牵羊啊！我不都告诉过你，不是什么都能随便拿的吗？啊，杨大宝，你看看这玉石到底什么玩意儿？老胡！小心点！胖子，你别躲来躲去的，赶紧给我出来！你听好了，组织上对失足青年的政策，一向都是宽大处理。只要你肯站出来，你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，听见没有？汪海泉，给我出来！我去，这还真中邪了！你怎么什么都敢啃啊？我怕毒死你啊！哎！幸亏没咬着你，杨参谋，要不然可便宜他了。合着您是担心这事儿呢？哎，这到底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一种特殊的玉石，但是我估计啊，这上面被下了蛊了。胖子的发疯应该跟这有关系。那他就是活该啊！叫他顺手牵羊，他就应该有这么惨痛的教训。来之前我查过一些资料，古滇国有一种蛇蛊，可以迷幻人的心智，控制人的声带。这胖子啊，估计就是中了这种蛇蛊。这蛇蛊其实就是一种可以让人致幻的药物。明白了。哎呦！给我摔的够呛！干嘛呀？陈瞎子说过，这人要是中了邪啊，就得大嘴巴抡。我给他抡醒了。哎，先别说您这土方子能不能管用，您就是能把他抡醒，能帮他解蛊吗？解蛊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
这石头对他没用，您还是用您的土方法吧。得嘞，还是大嘴巴抽这土方法好使。我醒了，真的醒了。哎呦，啊！我这跟散的架子似的。哎，我是不是做了一梦啊？啊，做梦了啊？是不是梦见吃烤猪蹄儿来着？啊，烤猪蹄，那还剩好些呢。恶心死我了！哎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跟我老实说，那玩意儿从哪儿来的？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他还是脑子不清楚，把你那玩意儿再给我使使。来，不，我又想起来了。这个，我不是上去烧那布偶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真是历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爬上去。那布偶离近了看，真够吓人的。就我害怕，可是我当时我脑子啪我一想，哎，你知道我想到谁了？我想到你们。万一我要真的出了事儿了，谁来保护你们？哎，我再想，我不就面对一个破人偶吗？我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别给我废话，捡重点说。完了，我就心一横，眼一闭，我就把他给蹬上来了。不是费了千辛万苦，我爬上去了。那布偶离近了看，真够吓人的。我虽然害怕，可是我当时我脑子啪我一想，哎，你知道我想到谁了？你别给我废话，捡重点说。完了，我就心一横，眼一闭，我就把他给蹬上来了。蹬上来，我就发现他身上有这么一玩意儿。我说这什么呀？我当时想了，老胡，你在龙里迷窟的时候，你拿着那蚊香玉的时候，你不闻了吗？我也闻了一下子，没味儿。我就拿舌头舔了那么一下。哎呦，你别说，我这么一舔，我发现了，就这玉它绝对是块古玉，好东西。再后来就麻烦了，我这舌头就钻心的痒啊，我就说。
杨三宝，来一下。这是不是有草？这应该是储存尸油用的。是不是有碘盐我就知道了。小心点啊！
屁大点个地儿，他还造了一桥，还。这应该是30桥，代表人的3生3世。在古代传说中，人死之后化心升天，便要先踏过这30桥。只有摆脱世俗的困扰，才能够脱胎换骨，遨游太虚，做一个神仙。这些名堂你是懂得真不少啊。看来这个献王老儿一心成仙啊，连这古墓的灵智都是按照道家成仙的风水格局制定的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过了这30桥，就是地宫了。那咱就别慎着了，咱赶紧抄到老巢去吧。你们先走吧。小心点啊！怎么了？高，实在是高。你丫不是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的主吗？那不是上面有玉吗？哎，老胡，你慢点走，别晃啊！哎，我去，太高了，这地形。慢点儿。小心啊！我上会儿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你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小心着。这么长，可算到了。劲儿呢？怎么了？怕啦？杨他们怎么说话呢？胖爷，我什么时候怕过？啊？不怕你腿软什么呀？
我那是恐高，那是生理反应，跟那不是一码事儿。哎，老胡，我可听说了啊，按市场上的行情，这棺材要真是印子木做的，那可比黄金做的可贵多了。黄金啊，10口黄金棺材也换不了这1口印子棺。有个名目，叫做印木断银8寸板。看看这棺材板，如果不是万年的印子木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厚的书信？万年？就算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没混着这么个待遇，就是因为在汉代这玩意已经绝了。现今啊，没有人能找出这么厚的木材。哎，老胡啊，如果这棺材这么值钱的话，那我觉得献王的真身肯定就在这棺材里边。要不说，咱把这棺材跟献王一块带回去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2全其美啊！杨参谋，我发现有的人还真舍不得这批斗大会呀。没，我就开个玩笑，你当什么真呢？你胖子，你别品了。老胡，这3口棺材里面，哪个才是献王啊？剩下的这2具里面，到底都是谁啊？我现在也摸不着门道。青铜果在灵智中也属异类，一般大的罪人，或者得了传染重病的贵族，才会被铜果封死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入殓之前出现尸变的迹象，为了防止尸体破棺而出，这个铜果下了9道重锁。应该就是为了防止尸变。至于这里边躺的是不是献王，我也捏不准。看来，咱们还需要继续找找看。哎，老胡，你们过来看一下，这棺材明显比那俩棺材短1截儿。我琢磨着，这是不是献王的儿子呀？啊，还是一小少爷，没念完初中就给他老爷子陪葬？不可能，虎都还不识字呢。我没听说过是用自己的子女做陪葬的。杨参谋说的没错，这里边肯定不是什么王子王孙。之所以这个棺材这么短小，很有可能里边放的不是全尸。不是全尸？那怎么着，就跟冰箱里放猪肉似的，装一半留一半？时代不同，葬式也不同。春秋战国的时候有种拼之葬，就是把不同的尸体拼在一块儿。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拼之葬的尸棺。看这上边，材质是一种罕见的良石，性寒如冰。看来躺在里边的尸体，生前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既然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确定哪个里面是献王，不如3个都开了吧。大气。行，只能用排除法了。胖子，哎，把蜡烛点上，就从那口印子棺开始吧。得嘞。哎，老胡，以前都是你立即定位，今儿胖爷我给你露一手啊。24为肩，68为足，左3右7，带9为1，左3右7。这个墓的东南角应该就是这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对，这边，东南角，没错，就这边啊。
你那个啥搞好点了？热死，血已经吃准了。我们这回出来，兄弟们死呢死，伤呢伤，就连组长也要人的，我们就不该追进来。最惨的是，我们还被困在这里，人没得干的逃得出口。张老哥，我们干了活到出口呢？要是跟了他们3个外族人，我看哪个都难活。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来？我是看到你留下来才留下来的。我留下来是为了带你们发笔大财。啊，张老哥，你说清楚，发哪财？你晓得他们为什么要下水吗？不是说他们去找什么草药吗？这种话你也信？他们下水，一定是因为水里面有传说的宝藏。他们3个就是贼，是想偷宝藏出来发财，所以才费尽心思来指点。不如我们借他们的手，拿到了宝藏。我跟你们说，老胡，你说这3世桥代表献王的3生3世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这3口棺材里装的都不是献王，而是他从其他古坟里挖出来的，被他认定为可以代表自己3生3世的尸骸？你还真提醒我了，这3口棺材并不是同一时期的，很有可能代表的是献王在人世间的3生3世。中国道家向来都有仙道化3生的传说，这前3生便是3狱，而且最终的死相都极惨，所以才用这么特殊的棺椁来壮烈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活的死的？这应该是黑鳞鲛人，都是死的，不用怕。黑鳞鲛人，传说在古代的时候，这种怪物聚集在深海，专门袭击往来的船只，遇害的人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真没想到，居然真有这种生物。哎，这是不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呀？可
可这长得跟咱想象的差距有点大呀，这太磕碜了。哎，老胡，首都自然博物馆是不是缺这么一标本啊？没想到你这么有觉悟啊！既然会替国家着想，我觉得吧，你可以搬回去一个，送给自然博物馆，收拾能混成奖状。啊，奖状就算了。我的意思是啊，搬俩回去，捐一个卖一个。哎，杨参谋长，那你说这献王为什么使他当灯用啊？黑磷胶人的油膏燃点很低，而且仅1滴就能燃烧数月，所以古代很多贵族会用它在墓里作为万年灯。可这灯什么时候点着的呢？我记得咱进来的时候没瞧见呀。这没什么奇怪的，咱们进来以后啊，改变了这里的空气环境，火融与空气既燃，所以啊，这些鬼火就突然亮了起来。说实话，你想害死咱们3个人？你要是拿了，就赶快交出来。是这样，我就看有这么个玩意儿，我就拿来看看。我没想顺它，真的。这什么？这是青铜镜，古代镇尸的法器。镇尸的？我没想顺，你找我小心，我放兜里吧，放回去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放回去。哎，不是，这按不进去怎么办？看来里边这东西是真要跟咱过不去啊！这事儿交给我，去把蜡烛点上。好。哎，不是老黄，你蜡烛灭了再点，这不是作弊了吗？注重量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好，快点。哎，怎么办？不行，再把它卡着。蜡烛我点。哎，怎么灭了？点了吗？点了。说灭就灭，看来里边这东西不是一般的厉害。要不然我再点。怎么又多了3个？人点烛，鬼吹灯，堪舆倒斗，密兴风。今天正赶上黑猪渡河的天照，这献王墓里尸气冲天，这件实在是太邪了，大家一定要万分小心。
寄生在那些死漂的肚子里，怎么就突然跑出来了？应该是跟咱们打死那只大虫子有关系。确实有这种可能性。那就麻烦了。葫芦洞里还有很多的死漂，如果这些玩意儿都从那些死漂肚子里爬出来，等回去的路上可够咱喝一壶的。而且葫芦洞跟这个大殿肯定有某些暗道，不然不会爬出来这么多。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。哎呀，可是这献王的地宫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嚯，够高的这！哎，老胡，你往底下看什么呢？啊？不是，你赶紧想想啊，那献王地宫到底在哪儿啊？这阴阳风水里有记载，未看山先看水，有山无水修寻地。山和水本是阴阳一对，有山无水，不能称其为龙脉。即是山随水转，阴阳相依，两山加一水，山水汇，即龙池。所以在我看来，这个地方刚好是两山加一水的天子穴格局。这献王老儿的地宫，应该就在这神坛之下。神坛里？不可能吧？那坛里是水啊，那木要是在水里面，不就给淹了吗？我突然想起个事儿，之前我掉下去往回游的时候，无意中在坛下深处发现一个洞。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没往多了想。现在站在这高处，再结合16字阴阳风水秘术的解析，我感觉这地宫的入口应该就是那个洞。你有把握吗？没有。咱们什么时候有过十足的把握才出手的呀？这叫做在斗争中学习斗争。对，这古人曾经讲过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咱不能让献王老人的诡计把咱压倒了。要我说，咱真得下去看看去。横竖都得试一下。对，必须试试这个。那他们怎么办呀？我担心，如果让他们自己回去，葫芦洞那里还有很多的死漂。你是说让他们等咱们出来一块儿走啊？他们也是因为我们才来到虫谷的。族长临死的时候唯一的遗愿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着出去。我知道了。嘛呢？没干嘛？你嘀咕什么呢？我刚才说话了吗？没有。走吧。大家都不要担心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一定能活得回来。阿达，我们得继续找药，事关生死。如果找不到药，到了还是个死。就你们3个，跟安心啊，不要我来帮忙吗？怎么样？那个叫扎龙的说他们自己回去不安全，
坚持要跟咱们走。哎，这胖子有点不对劲儿啊，总是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语。你去看看。是吗？他中什么邪了？累傻了吧？哎，干嘛呢？你干嘛呀？你吓我这一跳！哟，你还胆儿那么肥，还能吓你一跳啊？我问你，就你烧那布偶里边到底什么名堂？没什么名堂啊，就一布偶上套一面具，完了再糊一头套，里面我都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过那玩意儿，反正离近了看是挺瘆人。那他怎么会笑呢？会笑啊？我觉得应该是他肚子里有个响哨什么的。你先忙吧。怎么了这是？这吃咸了吧？小马慢走，不要急。我怎么觉得胖子还是有点不对劲儿？是吧？还不放心呢？这事儿简单啊，试一下不就得了？哎，转过去。干嘛呀？叫你转过去，怎么不听话呀？哎，我把你吃饱了撑的吧？你往我身上撒什么米呀你？哎，你还不会觉得我让鬼上身了吧？不是，刚才你不是碰了个邪性的木偶吗？那玩意儿晦气重，我是帮你驱晦气，别好心当成一杆水啊！赶紧走。以后少信这些歪门邪道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祖师爷留下的东西是有他的道理的。看来胖子没事，放心了吧？哎，不是，这怎么还成我的不是了？回来。
像在古风水中有过记载，天汉间黑气贯穿相连，谓之为黑珠过天河。在天星秘术中，称其为雨后泛境。大家不用担心，这只是正常的天气变化，有可能一会儿会下场大雨吧。我记得《青竹第7令》里说过，黑珠渡河，则必诸此地有古石作祟，是以湿气有阴重阳。看来咱们是来对地方了。老大，哎，那你们就在岸边休息吧。啊，傅大哥，这样不用跟你们一起去干？不用了，放心吧。大达，照顾好你的族人和你自己。嗯。万一晚上我们没回来的话，你们就带上这些家伙先回去吧。啊，晚上如果你们不回来，我就下去找你们了。不用，水下不是你们能去的地方。啊。小心这个叫扎龙的。之前我掉下去的时候啊，对下面的地形大概了解了一下。那个洞口应该是从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向左偏20度的方向，距离不是很远。这水下会是墓道吗？如果整个地宫都被水淹没了，咱可没带氧气筒啊，这在水里根本就坚持不了多久。我猜这个献王墓应该不是平面直扑推进的那种，要么是回字形，要么就是井字形。就算是墓道里面进了水，地宫也是处于一个绝对封闭的环境。但愿吧。
嘛呢？赶紧上来啊！别磨磨唧唧的。终于找着这个地方了，看来保存的还不错。这些石像也应该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性作用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老胡啊，你说他是如何在水下修建这么大一座宫殿的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我猜应该是在施工之前先截留了虫谷的大小水脉，然后再从潭底下往山里拉。这工程可够大的。胖子，你干嘛呢？嘿，胖子，有病吧你？